有没有发现，通过观看纪录片，并且写下要点，老师在锻炼他们的归纳总结能力？ Why do they use teepees? Because in the middle of the United States, like Texas, North Dakota, South Dakota, and other... 是不是很可爱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Jessie 的小宇宙，我是 Jessie，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下美国公立学校2年级第11周到第13周学习的内容。之所以我会把3周的内容放在一起讲，是因为老师通过3周的时间给同学们讲了美国的3个主要的印第安人部落。在第11周的时候，每个同学拿到了这样的一个学习指导，上面写的是 American Indians， 美国的印第安人。在引入美国印第安人这样一个群体概念之前，孩子们先学习3个基础概念。第一个基础概念 culture 文化，它是指一群人有着相同的信仰、风俗以及生活方式。那美国印第安人是如何表达和传承他们的文化呢？他们会做一些陶器、一些编织以及一些壁画。第二个基础概念地域 region， 它是指在这一片地方有着相同的地貌或者是气候条件，印第安人他就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区域里面，所以他为了适应环境和气候，他们学会了种植玉米以及烟草。第三个基础概念 environment 环境，美国的印第安人非常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并且非常尊重他们的生活环境，他们也学会了和动物和谐相处。美国有3大印第安人部落或者叫聚居地，它们分别是美国东部的 Powhatan 部落，它在地图上是用这个小船来表示，以及美国中部的 Lakota 部落，在美国中部大平原，它在地图上显示的是 teepee 这样的一个小帐篷。还有美国西部的 Pueblo 部落，它在地图上显示的是一些仙人掌的符号。在美国公立学校2年级第4周的授课内容的那一期的视频当中，我讲过老师如何教授学生看地图。看地图的这个本领呢，每一次他们在讲文化课的时候都会用到。比如说这里在讲美国的3个印第安人部落的时候，老师就会发给他们这样子一个地图，让他们再把东部的地区涂成什么样颜色，然后找到什么样的符号代表这个部落，中部地区涂成橘色，以及西部地区涂成黄色，这样很清楚的就可以看到美国的3大部落。了解到3大部落分布区域之后，他们进而会学习到3个部落的比较。东部的印第安人部落 Powhatan 部落，他们生活在 Eastern Woodland， 东部的气候条件非常好，而且降雨很充沛，有树林有河流。他们所居住的房子称作 Long House， 先用木头做上支架，然后再用树皮或者芦苇盖在上面进行保温。由于这里气候条件很好，降雨充沛，所以居住在这里的印第安人通常进行捕鱼、打猎以及农田耕种。在这个学习指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采用的交通工具是基本上靠走路以及划船。第2个印第安人部落 Lakota 部落，他们生活在中部大平原地区，他们生活的房子叫做 teepee，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简易帐篷或者非常简易的蒙古包。 Why do they use teepees? Because in the middle of the United States, like Texas, North Dakota, South Dakota, and other places, they would have plains, no mountains at all, maybe some, and then they would have buffalo, and then the teepees, they use teepees because they're very good to pack up, and very easy to fold. So they would send people to track the buffalo and to herd them. Then they would pack up the teepees and move to that place so the hunters would have an easier place to move. And then when they were done hunting, they would just easily bring it back to their teepees. 住在中部大平原地区的印第安人，他们主要迁徙、打猎、追赶 bison 水牛，而他们使用的交通工具是骑马或者走路。最后一个部落 Pueblo 部落，他们居住在美国的西南部地区，他们居住的房子可厉害了，他们的房子是多层建筑。住在这里的人呢，也从事打猎和种植。交通工具基本靠走。那沿河居住的地区的人呢，他也会划船。讲过这3大部落的基本概念之后，老师会给大家看纪录片。第一个纪录片名称叫做 Native American People of the Forest。在放影片的过程当中，老师会时不时地按下暂停键，学生也会把你看到的要点写下来。这个是丽丽写下的纪录片的要点。
接下来呢，老师又让他们在背面画下你心目当中 Powhatan Tribe 东部地区的土著印第安人他们的样子。这是他们住的 Long House， 然后这个是木头框架，这个有围栏。这里是他们的点火做饭的地方，上面是锅。第二个纪录片名字叫做 Native American People of the Plains。老师要求学生们写下你看到的纪录片里面的主要内容。同样的，他们也会画上中部地区印第安人当时的生活风貌。在莉莉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住的梯皮帐篷，以及远处的水牛、平原，还有弓箭，以及他们做饭的地方。孩子们看的第三个纪录片名字叫做 Native Americans People of the Desert。有没有发现，通过观看纪录片，并且写下要点，老师在锻炼他们的归纳总结能力。归纳总结这一个能力不仅仅是通过文字来表示，老师还会训练他们用画画的方式来表示出来。有没有发现，他们画出的画就很像简简单单的素描，但是里面涵盖了这个事物的主要特征。你非常清晰地看到它的一些小的细节，就是通过这些小的细节，我们把整个的概念传递了出去。这还没有完呢，你看，他们已经看过了纪录片，也整个的学习了3个大的部落，然后他们就会通过一些小小的小测试，这个测试是不算分的。比如说，他们会问到这个 Powhatan 部落，他们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呢？是骑马呢，还是划船呢？那他们住的房子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住的生活环境是什么样？是干旱还是树林？以及他们从事什么样的活动？什么样的工作？在背面还要求你画出，比如说这是东部地区的人，他们生活环境是怎样，然后住的房子是什么样的 ，Long House 对吗？你画出来。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呢 ？Occupation 是什么呢？你要画出来。有 hunter， 有 farmers， 有 fishman， 那有打猎的、捕鱼的，还有种植的，你画出来。最后他们的交通方式是什么样子的？你把它画出来。通过一遍一遍的各种方式的练习，把你学到的内容巩固下去。看，这也是一种练习的方式，把每一个小的卡片剪下来，贴在它正确的位置上面。经历了3个星期的学习，在最后一周，也就是第13周，他们考试了。一共22个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你能做对几个呢？这3周的第2个学习重点是标点符号。在第11周的时候，他们通过了一个蜘蛛的小游戏来学习了3个标点符号：惊叹号、句号以及问号。惊叹号可以表示这个东西很重要，或者这件事情大家很惊讶，或者它的语气很强烈。那每个同学都发散思维。莉莉画的是 museum， 在一个博物馆里面，这里一个小朋友想要去摸博物馆里的展品，那别的小朋友就会说不可以摸，所以莉莉造的句子是 Please don't touch that， 不要摸它，很可爱，对吗？第2个是句号，第3个是问号，这是莉莉画的图和她的句子。通过这样有趣的方式，他们学习了使用标点符号。在第12周的时候，他们会读一个小故事，仔细的研究一下小故事里面作者是如何用到标点符号的。在第13周的时候，他们进行了标点符号的测试。第3个侧重点，词性的巩固，他们进一步巩固了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词性，以及什么时候可以用到它们。还记得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小故事吗？故事的名字叫做 Rough Face Girl。把这篇文章里面的名词找出来，写下来，并且贴上去。那形容词写下来，动词找出来，并且贴到相应的位置。在这个小故事里面，他们还学习了很多重要的词汇。第4个侧重点，诗歌以及诗朗诵。老师会教孩子们如何读诗。这一首诗歌和蜘蛛有关系，你不仅要会读，而且要把它背下来。因为在第12周的时候，他们会进行诗朗诵考试。诗歌朗诵考试的评分标准如下：语言是否清晰缓慢，是否恰当地用到了抑扬顿挫、语音语调，所有的元音是否正确的发音，背诵的是否正确，是否恰当地用到了手势来辅助你的语言表达。第5个侧重点，调查研究。美国的学校鼓励学生自己调查研究，也就是说，他们非常鼓励学生的自主性。学校会给每一个小朋友都发一个电脑，一个笔记本电脑，但是这个电脑只能在学校用，不可以带回家。在每一次调查研究课的时候，他们就会把电脑拿出来，
他们有一个自己的小朋友的 searching engine， 就是一个搜索引擎，在上面可以搜你想要知道的内容。上2个周的主题是关于蜘蛛，所以每个小朋友都可以选一种蜘蛛，然后进行调查研究。Lily 选择的蜘蛛是 warp weaving spider。调查研究的内容包括这个蜘蛛的名称是什么，这一种蜘蛛它吃什么样的食物呢？它们住在哪里呢？关于这一种类型的蜘蛛，它有哪些有趣的事实？然后他们要自己制作 PowerPoint， 也就是说，从这一周开始，他们开始学习如何制作 PowerPoint 来辅助他们的演讲表达。在实验课上面，他们学习自己制作蜘蛛网。首先，你要对蜘蛛网有一个自己的设计。然后这里你要写下，为了制作这个蜘蛛网以及这个小实验，你需要哪些材料？你的这个蜘蛛网，你觉得可以承受住几个蜘蛛的重量？这个实验带着什么样的目的、什么样的问题来做的？最后在背面你要回答你的设计成功了没有？通过这个实验你学到了什么？6. 美术课，老师要求学生们画了心目当中的宇宙。既然这3周的主题是关于土著印第安人部落的，那他们还做了很多关于印第安人有关系的一些手工作品。你看 ，Look at this! Look at this! 哦，这是你做的啊 American Indians from the Pueblo 是用beads， 然后用好多 weaving， 它很好的。还有这个，这是一个 weaving。这是个人，然后这是打猎，然后这是草，然后这是鹿，然后它在 hide behind， 然后它要打它。哦，然后这有花。哦，这还有个花。这是 3D， 这个有 riddle 在上面。哦，那是什么意思呢？这是 village, river, hooves, horse hooves, catch, fish, river, and go, see, sun. 哦，是不是很可爱？第7个侧重点，数学。他们用了3周的时间做了好多的数学题，但是内容都是通过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游戏来学习2位数的加减法以及3位数的加减法。好了，以上就是美国公立学校2年级第11周到第13周的学习内容。刚才我谈到的关于美国印第安人的3个纪录片的链接，我会发在描述栏里面。另外，这3周学习的词汇也很多，而且非常难，我也把它发在描述栏里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进去看一下。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请帮我点赞、订阅并分享，也欢迎大家提出宝贵意见，帮助我成长。这里是 Jessie 和 Lily 的小宇宙，我们下次见喽。